顶级的识人，就是你能识别出一个人内心深层次的需求。简单来说什么，就是你能看透这人内心最渴求那部分是什么。因为我们从精神分析角度来说，一个人欲望他在哪儿，他的人格底色就在哪儿。这个怎么看？两个方法，一个是你去看他成长过程里，他原生家庭很难给他的感受是什么。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首先第一个，就如果说一个人从小被溺爱着长大，或者他从小是被父母各种贬低各种打压，他内心的深层次的需求就是希望有人能给他兜底，能去给他安全感。因为溺爱代表什么？代表着父母会为他包办一切，不管他遇到什么事儿都有人去帮他解决。那这样的人他遇到问题他只会找别人依附别人，他不会自己主动去想解决办法。而一个从小被点滴和打压的人，他们则会发展出习得性无助的思维方式，也就是他潜意识里不相信自己有解决问题和创造财富以及获得幸福的这个能力。你这样的人长大之后，他的人格底色就是缺乏担当和责任心，遇到问题他不知道如何解决，他喜欢逃避，喜欢摆烂。第二个呢，一个人如果从小经历过被粗暴的对待，比如说被家暴，父母情绪非常不稳定，经常打骂他，经常攻击他，他内心最深层次的需求就是绝对的温柔和顺从。因为就是在他的潜意识里，他是不相信自己是安全的，是不会被攻击的。我们可以这么讲，如果她是女性，那她的择偶会倾向于去找一个看起来温柔的老实而且情绪稳定的人。如果他是男性，他就会去找一个特别会提供情绪价值，很会包容和接纳自己的人。因为他们的人格底色是害怕冲突的，他们内在是有一个易碎的客体的，他们会受不了性格强势的人。所以你会发现啊，这类人对温柔体贴的人，他往往特别没有抵抗力。最后第三个，一个人如果从小经常得不到父母的关注回应，总是被忽视甚至被抛弃，他内心最深层次的需求就是极致的陪伴和极致的回应。为什么呀？你看这类人，他往往是内心没有跟父母建立稳定的情感依靠，他心里没有爱自己的客体。那他长大之后，在一段亲密关系里，但凡你不秒回他，或者你稍微忽略他，对他冷淡一点，他就会情绪失控的，甚至还会暴怒。因为你不回的消息激发了他早年间不被重视的感觉，他就会把早年父母不重视自己的恨全都转移到当下你身上。那这一刻你就成了他父母宣泄恨意的一个出口了。而这个就是我们心理学上我们经常说的移情，就他们的人格底色是焦虑的，是接受不了无回应的。当然还有其他很多，比如说从小不断的被否定的，内心需求是渴望被看见和被认同的。然后一个被控制长大的人，他需要就是叛逆的力量和自由选择的支持。所以我们怎么快速了解一个人？你只需要去深挖他早年间没有被满足那部分是什么。当然如果你没有办法去追溯这个人的过往，我教你第二个方法，就是你跟他吵一架，你就看他每次跟你吵架的时候，他主要控诉的内容是什么。就比方说一个人如果吵架的时候，他总是不肯承认自己错误，喜欢把锅往你身上甩，那说明他内心最缺乏的东西就是被认可，他的内核是非常虚弱的。这类人就是早年间遭遇过父母的羞辱，只要他一犯错，父母就会贬低他，那等他长大之后就很容易把犯错和自己的自尊人格给绑一块儿去。这样的人你就不能选，因为对他来说承认错误等于自我否定，他就极有可能会在冲突之下走极端，就会做出很多伤害你的事儿，明白吗？我们想识人，想快速去辨别这个人的人品怎么样，最核心的就是你要弄明白他所有的行为底层逻辑是什么，他内在的深层次需求是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行为语言都是一种防御，防御就是内心最渴望和最缺少那部分需求。我是雨山，如果你有其他的情感或心理上的困惑呢，每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1点来我的直播间。